底层的人守着规矩，中层的人利用规矩，高层的人制定规矩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。此乃天下之通义。下层谋事，中层谋人，上层谋局。谋大局者必藏于心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处事无非人心，谋局无非人性。若想成大事，必要谋局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高层谋局到底有哪些好处。一、下层谋事。在这个社会，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一个谋事的阶层，也就是底层。这群人为什么穷？为什么赚不到大钱？为什么很难跳脱这个阶层？因为他们认知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思维固化，不善变通，甚至是不求上进。所以若是不去突破自我，永远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底层人。下层之所以只会谋事，关键在于以下二大特点：一、只靠自己。这类人身处底层，几乎都处于一个只会谋事的阶段。比如工薪阶层、自由职业者、零工、兼职人员等等，靠着微薄的工资来养家糊口。他们靠着出卖劳动力，或者靠自己的技能生存，例如司机、农民、工人、老师、医生、律师等等。虽然这些人也分层次，赚钱也有多少，但都处在一个靠自己赚钱的层面。如果自己不干，每天躺平，就会断了生活来源。他们要想提高收入，所想到的永远是多种几亩田地，多修几辆车，多打几场官司，多看几个病人。谋事者每天思考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好，或者如何做更多的事来赚尽可能多的钱，这是他们无法跨越阶层的根本原因。二、赚钱有限。为什么说谋事者总是在最底层，生活质量普遍较低？因为他们靠自己一个人做事赚钱十分有限。一个劳动力，即便是你年薪100万，但你也就仅此而已，再想提升难如登天。但事实上，整个社会年薪100万的人又占比多少呢？绝大多数谋事者每个月连1万都赚不到，甚至80%还是月薪4、5千的普通打工人，根本无法养家糊口。所以只会谋事者注定难逃贫穷。二、庸者谋事，智者谋局，上位者谋局，就抓这5个核心：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从古至今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统治人，而体力劳动的人只能被人统治。孙子兵法中也讲：庸者谋事，智者谋局。不谋一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普通人目光短浅，执着于一时之事，而顶级的谋局高手则眼光长远，懂得谋划全局。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高手是如何谋局的。一、何谓谋局？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历到一所古刹，一个小和尚在一棵百年古松旁种一些观赏性的植物。老先生由此感慨说道：前人种树，想到了寺院100年以后的愿景，而今小和尚在这里种花，他的眼光却只看到了明年。所谓谋局，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，要以自己长远的眼光谋划每一次行动，精心策划每一步棋，才能达到破局制胜的目的。自己实力虽然有限，但可以通过做局来借势而为，让别人来帮助自己达成所愿。举个例子，刘备便是谋大局的典型人物。虽然蜀汉历史很短，但从刘备的前半生所做之事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谋局者。也正是因为他善于谋局，所以才能问鼎天下，登基称帝。刘备桃园3结义，便开始网罗人才，以情动人，逐渐打造自己的班底，然后三顾茅庐，请出智囊诸葛亮，获得对方的忠心追随。一切看上去都是恰到好处，顺理成章。先是武将，再是智囊，这不正是谋天下大事之必备吗？反观袁绍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就是因为他不懂谋局。国家曾经在官渡之战前向曹操提出了10胜10败论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袁绍看到饥寒交迫的人，心生同情，会表现出来，但是他看不到的那些人，却容易被他所忽略。反观主公，虽然有时候会忽略眼前的小事，但对接济天下的、恩泽四海的大事却思虑周全。国家这句话
说白了就是在夸曹操有格局，而袁绍鼠目寸光。纵观古今，成大事者往往极善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外。所谓善易者谋局，不善易者谋子。高手看问题往往会从大局出发，权衡利弊得失，进退得宜，方能稳操胜券。只有具备超长的洞察力，见微知著，未雨绸缪，善于谋局，把事情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，才能为自己为事业谋得大好局面。2. 谋局者必须具备的6种功夫。谋局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要想成为顶尖的做局高手，你必须具备以下这6个特质。一、居高临下的战略视野。你之所以会被各种问题所困扰，就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，因此才会被杂事杂物所蒙蔽双眼。顶级的谋局高手解决任何问题，都会先抢占一个制高点，保证自己拥有居高临下的视野。一旦你拥有了回到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信心，那你便具备了面对任何困难的主观条件。2. 壮士断腕的决断魄力。成大事者切忌优柔寡断，一旦出现此种情况，必定错失良机。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关键时刻总是不敢下决？因为他们缺乏决断的魄力，选择了 A， 意味着必须放弃 B， 甚至是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，患得患失，很容易深陷泥潭，被别人轻易挟持，受人反制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刘邦能成就大汉伟业？因为即便是项羽用他父亲的性命威胁，刘邦依然不为所动。这份果敢的决断力，这份魄力，非常人能有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要想成功，就必定会有牺牲。你又想赢得战役，又不想部下战死沙场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所以谋局者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3. 见微知著的推理能力。无论是职场、商场还是其他的环境，当局势晦暗不明时，其中必有隐情，难以尽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该怎么做才不会被动呢？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分析和推理能力，通过一些蛛丝马迹，顺藤摸瓜，找到突破口，把一些小的细节串联起来，背后事端发展的逻辑和思维自然清晰可见，便可轻易破之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万物皆不为我所有。处事无非人性，谋局无非人心。真正顶级的谋局高手，整合上层，并购中层，帮扶下层。要想成大事，赚大钱，不懂谋局，你就只能配成为别人的棋子，为他人铸就辉煌提供价值。所谓谋局，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精心策划每一个行动。好比下棋一样，步步为营，一子错，满盘输。要想破局制胜，要么自身实力足够强，要么整合资源，借助他人之力来以小博大，出奇制胜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大学生在短短3天内，以零成本，靠着做局净赚了4万块钱。这个大学生找到了一家服装厂，把标价200的羽绒服，以每件60块钱的价格谈了下来。他又找到了当地的博物馆，和馆长谈判说，我这里有1000个精准客户，你们的门票200元，成本是多少？给我一个优惠价。最终，馆长以每张门票5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。第3步，他又找到了一个甜品店，和老板谈好一次性购买1000张价值150元的会员卡。最终，老板给的优惠价是每张50块钱。第4步，他找到当地的中学，以帮助学生增长科普知识为由，邀请他们参观博物馆。只要购买200元的门票，还免费赠送每个人一件价值200块钱的羽绒服，以及一张价值150元的甜品店会员卡。如此划算的买卖，学生们踊跃参加，短短3天内，1000张门票就被抢购一空，而他自己没花1分钱，却净赚了4万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大学生借助了学校、服装厂、博物馆、甜品店的资源，把它们整合到一起，做了一个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学校、服装厂、博物馆、甜品店都有获益，自然会心甘情愿地配合，这就是他成功的关键。
四借势换棋局，一法通万法通的赚钱手段，不服不行。普通人赚钱靠做事，高手赚钱靠做局。对于做局的高手来说，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万物不皆为我所有。世事如棋，人是盘中子，步步成局，步步入局。要想成大事，必做控局者；要想赚大钱，必做掌局人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见过最牛的靠着做局赚大钱的手段，名叫借势换棋局。传说古代有一个小山村，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，几乎村里每个家庭都渴望生男孩，不想生女孩。有一天，一个商人来到村里，发现了这个商机，于是找个村民的房子租了下来，还挂了一个招牌：祖传秘方，保证生男孩。村民看了半信半疑，都十分好奇，争相讨论，一下子就传遍了全村。不久，就有村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纷纷提问：你这个秘方是不是真的？你这个秘方多少钱？你这个秘方要是不灵怎么办？商人不急不忙，一副自信的模样，指着桌上的一包药说道：我这个祖传秘方5两银子一包，一天喝一次，只需要连喝3天，必定能生男孩。如果秘方无效，5两银子如数奉还，然后再赔你2两银子。村民一听，这个秘方若是有效，自己能得偿所愿，5两银子花的也值。如果无效，不仅退钱，而且还有2两银子的补偿，这是稳赚不赔呀。但也有村民疑惑地问道：要是你跑了，我们上哪儿找你去？商人回答道：我就在村里，你们这么多人盯着我，我还能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不成？村民们仔细想了想，也是。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交钱拿药，村子里总共100户，商人总共收入了500两银子。后来1传10，10传100，隔壁村的也跑来买药，商人的生意更是如火如荼。事实上，这个秘方根本没有用，只不过是一副普通滋补养身的药而已。那商人为什么如此有底气，笃定地说能生男孩呢？如果生不出男孩，不但退钱还赔钱。其实我们仔细算一算就知道了，生男生女的概率都是50%，也就是说有50户家庭能让商人净赚250两，而另外50户家庭即便生了女孩，每户退还5两，总共是250两，赔偿2两，总共是100两。武高手做局有多可怕？这4大做局要诀细思极恐，不可不学。下面这个做局手段细思极恐，看完让你惊出一身冷汗。话说有一个县令得罪了下面的一个小吏，小吏怀恨在心，趁着给县衙打扫卫生时偷走了官印。在古代，官印丢失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知县得知这件事情以后，就怀疑是小吏从中作梗，但是他也没有证据。如果强硬的抓捕，只要小吏死不承认，没有证据，知县也拿他没办法。如果来软的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对方不一定会买单，因为本身双方就结下了梁子，低声下气反而弄得自己没面子，有损威严。师爷的主意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小吏，然后搜他的家，把官印找出来。知县则表示这样不行，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。然后知县对师爷说，你派人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在县衙里放一把火。师爷照办之后，立马组织大家救火。知县则是拿出一个盒子交给了小吏，让他待在安全的地方，不用救火，只要保护好官印即可。知县走后，小吏不解，官印明明被自己偷了，又怎么会在对方的手里呢？打开盒子之后，小吏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原来盒子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所有人都看到知县把官印交给了小吏。没办法，小吏只能立马回家，把官印装进了盒子里。知县只用一把火，不仅顺利找回了官印，还给了小吏一个台阶。这就是顶级高手的做局手段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权谋高手都是一半君子，一半小人。做好人容易被欺负，做小人容易被孤立，只有做人仁义，做事腹黑，才能成大事。案例中，知县既化解了丢印的危机，又保全了下属的脸面，只是略施小计，换一种思考和应对方式，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麻烦。
这就是做局思维的精妙之处。在这个社会，靠蛮力解决问题的充其量只能是莽夫，靠智慧解决难题的才是真正的高手。高手做局一定要注意以下这4个要诀：一、变通，即便是顶级的谋局者，也不能100%保证局势按照自己的预期分毫不差进行下去，遇到意外在所难免，因此就需要随机应变的本事。二、克敌制胜，好比下棋，在棋盘上设下回套，引对方入套，吃掉对方的子，最后获得棋局的胜利。做局最忌讳的是被人一眼看破。三、极具隐秘性，深入局中之后才后知后觉，亦或者发现了局但不得不入。3种程度又各不相同，意味着布局人的手段不一样。有谋之道是成功之道。4、极具诡谲性，无谋之道是失败之道，有道之谋是君主之道，无道之谋是小人之道。6、阴济阳恩局，用这个手段赚钱，入局者主动送钱，还对你感恩戴德；从商者赚钱全靠做局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听完他讲述的经历过程之后，我瞬间醍醐灌顶，才发现原来赚大钱的人真的都是顶级的做局高手。我这个朋友在10年前是专业做木地板养护的，所卖的产品是养护精油。只要擦了精油，木地板光洁如新，不仅美观，还能起到保护作用。这个东西一桶成本几块钱，卖出去大几十，可谓一本万利。当时互联网不发达，几乎都是采取的推，于是他就招了一大批业务员去挨家挨户的推销。结果几个下月下来，一桶没卖出去，还搭了不少人工工资。原来很多业主白天根本不在家，在家的要么当不了家，再要不就是很多业主家没有木地板，所以成功的概率小。眼看着创业陷入了瓶颈，即将倒闭，便找到了几个朋友帮忙出谋划策。商量下来，他准备另辟蹊径，找到卖木地板的厂家，和他们谈合作，买一家木地板，免费送1箱养护精油。厂家因为有赠品，提高了同行间的竞争力，自然愿意。客户眼看有免费的赠品，不要白不要。这样一来，精准的客户群体就到手了。客户拿到精油之后，东西该怎么用，你作为厂家的售后是不是得解释解释，或者示范示范？你帮忙给他们的木地板做保养，还是免费的，客户可能还觉得你个大好人，对你感恩戴德呢。这个阴济阳恩局最阴的地方就在这里。给客户示范做养护的时候，专挑最中间的位置，必须擦得油光锃亮，和其他地方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一目了然。这样一来，客户就不得不把剩下的地方给他擦完，而在擦的过程中，他们就会发现精油根本不够用。没错，免费送1箱的体验款只是诱饵，目的是为了让客户继续购买更多的精油来做养护。绝大多数客户都会认为是自己擦的过程中使用不当，所以才不够用。即便有较真的客户，他们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花几百块钱来购买精油做养护，总不能只擦一半吧。到这里都还不算完，等客户都擦过第1遍之后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又会需要继续进行保养，以保证地板的光泽度，延长使用寿命。比如不容易开裂、起翘、刮花、发霉等等，创造一些子虚乌有的需求和痛点，这样就能带来大量的回头客。可能有些客户还会找专门的厂家人工帮忙做保养，毕竟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，商家是不是又赚了一份人工钱？我的朋友就是靠做这样一个局，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，赚了大钱。其实所谓的局就好比是魔术，在你不懂它的逻辑和原理时，觉得神乎其神，可一旦揭晓了它的机关所在，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。上面这个案例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，更是一个无比巧妙的局。这个阴济阳恩局的机关主要在以下4步上。第1步，先找资源。我的那个朋友刚开始同样的产品，为什么处处碰壁，找不到销路？就是因为方法不对，方向选错了。他把所有的人群都当成了精准客户，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碰运气才能进行筛选。即便成功的筛选出来，别人也很难接受他的推销的产品。无缘无故
凭什么花钱相信你一个搞推销的呢？这是人性的防备心理，就好比我们走在马路上会害怕，提防别人搭讪，即便是好事，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，也会第一时间拒绝。做推销难就难在这里，你摆不平人性。而我那个朋友后来另辟蹊径，让木地板厂家帮他筛选客户，大大降低了成本，还提高了成交率。虽然付出了一箱精油的代价，但也成功放下了诱饵。每一个买木地板的人都是有需求的精准客户，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。第二步，免费捆绑。一箱免费的养护精油，即是打开销路的钥匙，也是钓上大鱼的鱼饵。把木地板和精油捆绑起来进行销售，不仅提高了竞争力，还成功让客户毫无怀疑地接受了精油这一产品。这一步至关重要，因为你换做其他绝大部分场景，都不可能轻易让客户相信你推销的这个产品。要明白，做销售，你去给客户推销和客户自己主动找上门，那是两码事，两个概念。捆绑不仅打入了客户的视野，还能获取信任，这也是利用了人性。第三步，体验服务。这里同样的是利用人性爱贪小便宜的特点，以体验来做推销。免费帮客户演示，给他免费体验，能立马看到成品，看到效果。免费的东西即便不好，自己也不亏，如果效果很棒，那就赚大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销售员说的再好，也难以相信，若是自己亲眼所见，又会变得不一样。好的产品效果满足了客户的需求，好的服务态度让客户感受到愉悦。最关键的是，一箱根本无法养护全屋地板，他们不得不进行后续的购买。第四步，后续成交。如果说第一次的购买是迫不得已，那么第二次的购买就是对产品认可和对厂家的信任。举个例子，你用了一瓶护发素，用完后头发无比顺滑，而且十分透亮飘逸。当你停用之后，头发很快恢复了干枯毛躁。试问你会继续购买吗？毫无疑问，爱美的人几乎都会。你用了一支洗面奶，用完后皮肤光滑洁净，黑头变少，出油也少了。可当你停用后，很快脸上又变得油光满面，鼻子上出现了草莓一样的黑头。试问这种情况下你会继续使用吗？不用说，你也会买。其实每一款产品之所以会出现类似的情况，看似无意，实则有意，无非是上面的人在做局罢了。否则，一瓶护发素能让你的头发顺滑好几年，一支洗面奶能让你的脸光滑10多年，那他们靠什么赚钱？不都得倒闭吗？事事如棋，全靠做局。想赚大钱，就一定要学会谋局、识局、破局。7局中局，匪夷所思的做局手段，连环套路，让人逃无可逃。人生如棋，识局者生，破局者存，长局者赢。小局可养家糊口，大局可发家致富。真正的高手永远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下等人做事，中等人做事，上等人做局。顶级做局高手的思维和手段，绝对颠覆你对赚钱的认知。看完这个故事你就懂了，这是阿里曾经的一道面试题，发生在一个真实的商人身上。北方有个村子，村民从不吃荔枝，但公司要求你把收购的荔枝卖给他们，该如何布局？如果你也是商人或者打算创业，一定要认真看，别眨眼。商人每天去村子里吆喝，高价收龙眼，谁家有荔枝？这招叫无中生有，商人故意制造需求。以后每天商人都会去村里吆喝收购荔枝，而且每天涨价，今天3块，明天4块，后天5块，大后天6块，到了第5天就有村民抢在前面7块钱把荔枝收走了，因为他想在6天以8块钱的价格卖出去，以此赚取差价。要想成功布局，就必须让这种人赚到钱，因为他们是你最好的宣传手段。一旦有人靠倒卖荔枝赚了钱，后续就会有人跟风，然后再把公司仓库里的荔枝倒卖给他们，商人就可以套现离场了，这叫金蝉脱壳。如果这个局所赚到的钱还无法满足你，你想赚更多的钱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村民们想收购荔枝，但苦于手上没有那么多钱，于是
你来当债主，把钱借给村民，让他们买荔枝。有这么多人都在买进，惯性思维，村民们肯定认为荔枝会继续涨价，结果就是他们把家里值钱的荔枝抵押给你，然后去买更多的荔枝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用再去卖荔枝了，反倒成为了村里最大的债主。更离奇的是，村民在还清贷款前，荔枝的所有权还是你的，左右你都赚钱，这叫以逸待劳。时间过去得很快，村民渐渐明白过来，荔枝不是必需品，没有它照样能活得很好。所以为什么要为了荔枝背上沉重的枷锁呢？而且太重的负担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也应该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荔枝无法再保持其持续性，所以你开始给荔枝赋能。村里的女孩说，一个连荔枝都买不起的男人，不值得托付终身，不配拥有爱情。于是那些不买荔枝的人，不愿为了荔枝负债的人，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观。为了拥有爱情，为了成家立业，不得不继续深入荔枝局。又过了很多年，发现荔枝已经普及全国，由于供需关系，荔枝迟早降价。问题你手上还有大量村民抵押的荔枝，如果不能及时兑现，就会变成一堆烂账。于是你想了一个主意，你把村民的这些贷款一起打包抵押了出去，这叫抵押贷款。发现没有？你再次套现离场，把风险转移给了别人。看明白了没有？一个荔枝的买卖，在高手手中，通过做局可以实现大量的敛财。一次又一次，局中局，套中套，收割入局者，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当庄家。其实看上去很复杂，一旦解开了局中的机关，你就会豁然开朗，看透其底层逻辑。此局的机关无非就是以下6步。第一步，制造需求。北方有一个村子的村民对荔枝不感兴趣，也没有任何需求。要想让他们买荔枝，投入局中，唯一突破口就是把它和利益挂钩。任何事物只要涉及利益，就会引起人的兴趣。所以商人刚开始在村里去高价收荔枝，把这个可以赚钱的方法传授给他们。这其实就是在变相拉村民入局，只要有第一个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第二步，诱敌深入，需求有了，接下来便是让第一批入局的人尝到甜头。所以刚开始收购荔枝，以此赚差价的那些人都赚到了钱，这叫树立成功案例，吸引更多的韭菜下场。做局参与的人越多，控局者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，否则参与者太少，无法调动情绪，制造火爆的场面，此局很容易失败。第三步，套现离场。做局者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仓库囤积的荔枝销售一空，只要形成了大家都在追涨的局面，荔枝的价格越追越高，卖的也就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火爆，用不了多久便可以清掉库存。当荔枝被争抢完了以后，直接套现离场，此局也就意味着完成了。第四步，以逸待劳。当你想要在局上做局赚更多钱的时候，只需要重新入局，换一个角色入场即可。村民们缺钱买荔枝，你就大方地借给他们，前提是用他们手里的荔枝来做抵押。这样一来，你把荔枝都收了回来，手中还有一大批村民的贷款。荔枝一直涨价，等到适当的价格再抛出去，等于又用村民们的荔枝赚了一笔钱。第五步，价值赋能。当你发现荔枝卖不动的时候，可以赋予它另一层含义，比如和爱情相结合。原本已经急转直下的荔枝，价值瞬间又被拉了上去。买不起荔枝或者不买荔枝的人不配拥有爱情，这就是最好的激将法。第六步，风险转移。当手上村民的贷款达到了一定数额后，然后再采取贷款抵押的方式将风险转移出去，不仅及时地兑现了贷款，做到落袋为安，同时全身而退，赚得盆满钵满。高手做局向来是步步为营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相扣，让一般人根本找不到任何破局之法。所以说，成大事者必是控局者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